台湾的离岸风电产业一路走来争议不断哦，今年更是爆出欧盟认为台湾离岸风电有歧视外国产品的问题，一状把台湾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风电国产化难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这几年台湾在再生能源的领域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其中呢，因为台湾季风非常的强盛哦，风力发电成为了发展的主力之一。不过，经过了多年的开发之后，台湾土地上面能够盖风机的地方渐渐的饱和，因此政府把重心放在开发离岸风电。在这方面呢，台湾其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全球20大离岸风场之中呢，台湾的海峡就占了16座。政府想要利用这个优势，强化风电量能。除此之外呢，政府还打出了风电国家队的口号，企图培养在地的离岸风电产业，打造本土的供应链，希望未来能够外销到全世界，创造1.2兆的产值。不过到了今天呢，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反而变成了绊脚石，让风电产业面临卡关，甚至引发了欧盟不满，一气之下居然把台湾告上了 WTO。那因为离岸风电这个议题太大，争议点太多了。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会从欧盟提告的事件来切入，讨论提告背后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风电国产化现在到底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境。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贤宇，你知道 NASA 怎么样把一个10坪的小套房那么大的望远镜发射到外太空的吗？怎么发？这已经比火箭还要大了吧？没错，你看哦，不只是望远镜本身比火箭还要大，它背后的这个太阳能遮罩还大的跟一座网球场一样。那怎么办到的？用折的，科学家呢就是用折的把整个韦伯望远镜缩进火箭里，放到外太空之后呢，还能够自动膨胀打开，还原后的这个机械精密度呢是一根头发的宽度的1/1000那么准，太猛了！科学的力量。兄弟，你也想要体验一下科学的力量吗？啊？你相信这是一张沙发吗？来自纽约的时尚沙发 SoFoam 拥有独家 FoamTech 真空海绵科技，能把一张沙发压缩进一个小纸箱。I try so hard and got so far。就算你住在没电梯的公寓小套房，一样可以轻松上楼，优雅进门，简单搬回家。而且他们的高密度回弹海绵让沙发展开后依然蓬松，超强的支撑性，坐起来感觉饱满又耐用。模组化的设计让各种空间的居家布置都有更弹性的选择，太舒服了！全新上市 Module Cube 方块压缩沙发正在啧火热开卖当中，超早鸟享61折优惠，前100名下单再送3组不同色的沙发布套。点击资讯栏的链接，跟我们一起抢先开箱吧！欧盟想要提告的原因呢，跟台湾风电国家队的政策有关。为了扶植本土风电产业，政府呢不只成立了产业专区，还有研发基地，也实施了租税优惠等等的奖励措施。而在招标离岸风电的时候呢，政府特别把零件国产化列为重要的指标，鼓励国内外的这个风电厂商多多使用台湾的国产零件，希望增加本土业者的订单，壮大风电产业。但是就是这个政策让欧盟非常的不爽。欧盟觉得这样子的政策呢，导致厂商为了得标不得不向台厂购买产品，但这样做呢，根本是歧视外国产品，违反了 WTO 对公平贸易的要求。欧盟也强调，并不是说一定要买外国的东西，但是台湾本土的风电产业还不成熟，售价呢也比从国外进口高。如果强制国产化，会变相让绿能的发展效率降低，反而不利于全球的减碳趋势。从2021年开始，欧盟就已经多次对离岸风电国产化的政策表达强烈的不满，但都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在今年的7月呢，欧盟决定正式向 WTO 提出告诉。那这边要稍微补充一下世界贸易组织创立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国际贸易，确保交易过程的公平合理与安全性。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所有的成员国在加入之后就必须要遵守相关的贸易协定。如果说有人违反了协定根据 WTO 的这个规定，不满的一方呢要先提出咨商请求。WTO 会把双方找来，请大家坐到谈判桌，想办法调解。那如果谈判真的破裂了，才会由 WTO 直接出手进行仲裁。那这一次欧盟向 WTO 提出的就是咨商请求，他们认为台湾违反了贸易协定，并且要求台湾在60天内提出解决方案。有报道就指出，从过往的案件来看呢，欧盟的指控对于台湾非常不利。像是2022年，英国呢也曾经因为要求离岸风电国产化，被欧盟认为违反公平竞争，提起了咨商请求。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英国让步，取消了保护国产政策。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欧盟当时的台湾政府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在接到消息的隔天，台湾派出代表团就紧急飞往欧洲协商谈判。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今年的9月13日才暂时落幕。根据经济部的说法基于保密原则，他们没有办法透露协商结果。不过协商过后没有多久呢，经济部长就请离岸风电的业者们喝咖啡，开了一场座谈会。在会议当中呢，经济部一改过往的坚持强调要以如期完工为优先考量，并且取消了国产化的要求。未来的标案不会限制得标厂商只能够购买国产零件，同时已经招标完成的离岸风电第3阶段区块开发的第3之1还有3之2期案件呢，也会溯及既往，放弃原本合约当中对于国产化的要求。那对于这样子的政策调整，外界又是怎么样看的呢？不少专家学者表示这样的政策调整其实不意外，因为早在欧盟提告之前，风电产业本土化的政策就已经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政策如果不是有意图利本土企业，就是执政者太理想化了。台湾本土产业并没有发展离岸风电的经验，一下子要求大家都要使用本土供应的零组件，不止品质很难达到标准产能也跟不上，最后的结果就是标案延宕，工程做不出来。以大彰化东南还有西南风场来说，本来合约要求一共111套的这个水下基础设施全部都要在地化，但是最后呢，却因为国内的厂商产能不足、良率太低等等问题，让工程一延再延，很难进行下去。后来为了确保如期完工，政府只好陆续的放宽对于国产化的限制，只要厂商呢可以证明特定的零件国内没有生产，或是交货的期程会严重的延宕，就可以破例从国外进口这些零件。而到最后呢，111套的这个水下基础设施只有6座符合国产要求，其他105座呢都是跟国外进口的，这让这个国产化政策呢形同虚设，而监察院还对此提出纠正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人批评国产零件成本太高的问题，甚至可能让整个离岸风电的产业大停摆。建设离岸风电需要非常可观的一笔资金一般的公司通常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投标的厂商呢会需要跟银行申请贷款，才有足够的资本订购零件、材料来启动建设。等完工之后呢，再透过发电的收入把钱还给银行。不过银行呢，因为担心投标商无力还款，所以都会要求他们呢必须要先找到愿意买电的企业客户才可以放贷。但企业之所以愿意买比市价更贵的绿电，是因为法律规定，如果企业使用绿电的这个比率不足要缴这个每度4.06元的代金给政府。那问题就在于呢，刚刚说到这个本土化政策会让成本提高，导致绿电变贵。那对于企业来说，大家就不想要买绿电了，缴代金给政府还比较划算。最后投标商呢就拿不到购电的合约。那拿不到购电的合约银行就不放贷，投标商呢就没有资金开启建设，导致整个产业大停摆。总结来说，原本的国产化政策呢似乎变成了一块绊脚石，阻碍了风电产业的发展。那么现在放宽对于国产化的要求，就皆大欢喜了吗？这次的政策急转弯呢，其实让台厂跟投标厂商呢都叫苦连天因为大家头都已经洗下去了。很多的这个本土的零件供应商抗议当初呢是政府制定了国产化政策，承诺要优先使用国产供应链，他们才大力的投资设厂，有些厂商呢甚至还投入了上百亿的资金。结果现在厂房呢刚盖好，技术还在研发，政策就突然大转弯，开放国外厂商一起竞争，根本是要害死国内的厂商。台厂抱怨中国进口这个风机外壳呢比台湾便宜40%，本土产业很难竞争。另外他们也指出，如果因为想要省钱选择外国供应商，可能会得不偿失。过往呢有些外国的供应商因为怕技术外流，零件故障了都不愿意修理，要求整组换新，这样反而呢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没有比较划算。而至于投标厂商这边虽然这个政策更改之后呢，可以选择更便宜的国外供应商压低成本，看起来是利多，但是他们也抱怨，本来离岸风电成本高，就已经很难找到企业签约购电，现在政策急转弯又溯及既往，让很多企业期待这个电价会下降，本来谈好或是正在谈的企业一下子都不愿意签约了，步调又被打乱，甚至会影响银行放贷还有整体建设的启程。更有投标商痛批自己因为觉得达不到国产化的要求，主动放弃投标，结果新的标案的这个合约都还没有签订，政府就改规则了，觉得自己被政府给欺骗。那即使是有得标的企业也不太开心，因为每间公司的步调不同，有的还没有开始，有的已经跟台厂下订单。这样子临时的政策转弯呢，让乖乖买国产的企业抱怨不公平，认为这样呢根本是图利那些消极怠工、迟迟不下定的投标商。那在厂商炮火连天的轰炸之下呢，经济部只好赶快出来灭火。经济部紧急澄清离岸风电第3之1期因为已经绝标完成签约了，而且也不在这一次欧盟资商请求的范围内，最新的政策不溯及既往，会按照既有的合约内容来执行，
换句话说，还是会维持国产化的要求。而在第3至2期的部分呢，因为公开招标的程序已经完成了，原则上面会照着标案的这个要求跟厂商签约。但是如果有不可规则投标上的事由，比如国内的产品品质不达标、产能不足，或是采购价格不合理，那就会采个案审查的方式，决定要不要开放国外产品进口。而至于第3至3期的离岸风电，目前还没有公开招标，未来基本上会开放国外的产品进口，同时经济部呢也会辅导本土厂商增加国内产品的竞争力。那么在台湾离岸风电产业一连串的大地震之后，最新的状况是欧盟松口决定不告了，算是整个议题里面难得的好消息吧。为了制作这集的影片，我们查了很多离岸风电的资料，不得不说，离岸风电产业一路走来呢，真的是有太多状况了。包含了高额趸购费率的图利还有避岸争议、国产化政策、外资撤资与弃标潮还有环保生态破坏以及对于渔业的冲击等等。可以说，这集的影片所讨论的欧盟提告事件只是所有争议的冰山一角而已。而且呢，在不同争议当中，大家的观点又很分歧，导致讨论起来更加的复杂。那就拿这一次的国产化问题来说，我们也有看到有投标商认为风电产业会卡关，并不全是国产的错。这几年来呢，受到了疫情战争跟通膨的影响，全球物价都飙涨，像是英国的离岸风电成本也提高了40%，不管是不是国产绿电的成本都在飙高。而离岸风电呢，不能够如期完工，也跟大环境有关。全球现在呢都在抢盖离岸风电，风电的零组件施工厂商变成了稀缺资源，大家想要加快也没有办法。以专门施工离岸风电的船舶来说，全球能够供应的厂商不到5家，还必须提前3到4年下定，就知道有多抢手了。因此，有的人认为把台湾风电的困境推给国产化政策，只是找一个替死鬼而已。但老实说，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议题初步的理解，政府还是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一开始的目标呢是打造健全的本土风电产业链，我们确实也认同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政府在前期过于乐观，画了一个难以达成的大饼，也没有谨慎的评估整体产业的能力，导致当时设下的规范变得窒碍难行，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到了后来当问题逐渐的浮现，外商一个又一个撤出台湾时，政府也没有快速的反应，直到危机迫在眉睫，才突然政策大转弯，让业界无所适从。那不少的厂商呢，还因此蒙受了巨额的损失。那我们觉得当时这些决策上面的失误，都让现在的风电产业深陷泥淖。那接下来可能就要看政府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方法来想办法亡羊补牢了。不过说实在，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分享的也只是我们对于这个议题非常粗浅的观察跟心得。如果说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观点，都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哦。好的，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离岸风电该不该坚持国产化的政策呢？ A. 不应该台湾国产化技术不够，成本又高，只会拖垮财政。B. 我觉得坚持国产化，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才是长久之计。C. 短期内不支持，未来再观望一下。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离岸风电被欧盟告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离岸风电的政策以及台电的破产危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